1951年，印度人把今天圈养白虎的祖先，一只名叫莫罕的白色雄性幼虎从野外绑回来，据说是被一个土邦王子好吃好喝的照料着。待他成年后，接二连三地给他撮合了几任对象，可生出来的全是黄色的老虎。直到1958年，才偶然和其中一只雌虎生出4只白色幼崽。而与此同时，野外再次传来关于野生白虎的目击记录，而且这次还是只雌性的亚成年白虎。这让印度人原本异想天开打造一只稳定的白虎种群更加看到了希望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横天虎。那么接下来我开始讲述这个发生在1958年，一支科考队带着不是那么光彩的目的去野外抓捕野生白虎的故事。这支科考队分成2艘轻舟，就是那种用拖拉机同款土机器为驱动的破船，浩浩荡荡，摇摇晃晃，从水路驶向了丛林。说他们不光彩，是因为他们还配了枪，不是麻醉枪哦，是真枪。不多时，在静谧的丛林里传来一阵虎啸，好像还不能说是虎啸，老虎还没出场呢。别管是不是虎啸，主要是科考队挺搞笑，其中一只破船竟然熄火了，队员长毛只得心急败坏地着手维修，而另一只破船继续前行。不久就在前面的分岔口和熄火船只分道扬镳，好像他们也没回头看一下子。队员长毛经过一阵鼓捣，主要是用脚踹，还硬是没修好。一旁的通讯员只得掏出对讲机联络前面的队伍。前面收到同伴船只报废的消息，赶紧提高警惕，毕竟只剩下1队人干活了，谨慎点，有备无患。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苦苦追寻的目标雌虎小白正潜伏在水下，向熄火船只悄无声息地逼近。当平静的氛围降至冰点之时，水面突然翻起水花，正是他雌虎小白婀娜的身姿在船边划过一道弧，视角稳稳当当地落在中间的船头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队员长毛大吃一惊，右手下意识摸向腰间枪套，但只有套。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安定心神，和老虎四目相对，气质必须得拿捏到位，显现出很专业的样子。专业杀手，没有枪还有飞刀。小白突然大怒，飞身扑向长毛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长毛的飞刀也随即杀向小白，一击命中个毛，脖子上的虎毛。激烈的打斗也致使另外2位队员美女和帅哥弃船而逃。至于长毛的结局，也只能回答：小白满嘴是血，已经没法再给长毛尽头了。这还不算，随着几声虎啸，水面上又出现了2只老虎，是黄褐色的。吓得美女深吸一口气，赶紧深潜水中，靠着2条白花花的大长腿奋力游走。我真想对她说一句：女人何必为难女虎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小分队终于到达了现场，但也只能远远观望。而遇难船只旁还潜伏着刚才的一个帅哥，这时候他竟然默默地派上了用场。黄老虎都是踩着他的肩膀跳上的船，看来黄老虎实力还是不如小白，应该是他的弟弟妹妹。等美女帅哥安全和小分队会合后，队员们便无所顾忌，端起枪冲着遇难船只上正在啃食长毛尸体的老虎一顿扫射。老虎当然没那么容易对付，雌虎小白从容不迫地站上船头，两眼放射出幽怨的光，审视了一会儿这些不善来者，紧接着和其余2虎合力把船损毁，刹那间跳进了茫茫丛林。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，但最终的结局却没有上半场那么神。雌虎小白依然是被科考队擒获，给打死带走的。这属于杀虎取卵的节奏啊！可小白岁数还小，就这么可惜了。不过这次算人类近距离接触了白虎在野外生存状态下的族群结构，不难看出，野生白虎也是由黄老虎生的，兄弟姐妹一般也是正常辐射。有人说白虎在野外不太容易生存，捕猎时不便于隐藏伏击，我倒是觉得，如果是雌虎的话，情况还好。这就又牵扯到神秘的老虎领地结构。直观点说，领地绝对拥有者是雌虎，一片领地通常在雌虎中间传承几代，都是传女不传男。母虎和女儿相处时间比较长，姐妹之间在没有婚配前，一般也会相互帮衬着生活。
雄虎则需要远离故土，去很远的地方开拓领地，走村串路，有的甚至走了上千公里，沿这个破铁路。这样如果换作白虎的话，先不说能不能捕猎，那么远的路，如果被人看到，首先会怎么想？是不是有想占有这种稀有、长得很好看的动物的念头？话题再回到莫寒，他能来到人类的世界，也是这么个原理。他要是普通老虎，呵呵，估计那土王子连瞅都不瞅他一眼。终归结底是人们没有给白虎在野外生存的机会。1958年这次给白虎莫寒去野外抓媳妇或儿媳妇的事件，就这样毛毛草草的收场了。打造稳定的白虎种群也只能暂时搁浅。由于莫寒的父母都是橘黄色老虎，他的配偶也是橘黄色老虎，那么接着往下繁育，即使近亲结合，生出的也不一定都是白虎，说明白虎还称不上一个独立的品种。那么时光再次来到1970年代，其他圈养孟加拉虎中也偶然诞生了白虎，拿来和莫寒的第2代或第3代进行结合，才终于可以稳定的生出白虎，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白虎和白虎结合生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虎。这里所说的白虎，就是咱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那种白虎品种。而今年由黄老虎偶然生出的白虎，如南非老虎谷、克里米亚动物园都发生过这种情况，那些是不能算白虎品种的。最后我总结一下，现代白虎种群的祖先是1951年被发现的白虎莫寒，没毛病，但它只是2只血脉中的一只，最终起到形成品种作用的是1970年代的那只无名白虎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讲到这里，有故事也有知识，喜欢的话关注一下吧。